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2月9号，2月9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美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凤凰卫视大地震，中共全面接管，刘长乐黯然退场那么刘长乐时代结束了先说新闻吧。凤凰卫视高层大地震，那么凤凰卫视创办人和他的家族完全撤出管理层。那么中国政府的官员已经接管了这个凤凰卫视。那么其中上海社科院党委书记徐威出任这个凤凰卫视的董事长。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孙玉胜接任凤凰卫视总经理，任命到现在还没有向全体员工宣布那么上海社科院党委书记徐威记者出身长期在上海这个宣传部门工作曾经担任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主任据说是王沪宁的人马孙玉胜也是记者出身长期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凤凰卫视去凤凰卫视就抓广告，网传凤凰有一部分员工已经有3个月没有拿到工资了那么凤凰卫视的员工说，这个2月1号公司的年会，刘长乐仍然以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裁的身份做着发言那么我们说说刘长乐吧。刘长乐是凤凰卫视是刘长乐创办，但是其实我们讲一下凤凰卫视的历史就知道，他是中途加入，他也不算创办，但是他一手把凤凰卫视养大，这个没有错而且他是凤凰卫视的大股东他是祖籍是山东人，山东莱芜上海出生，但是他又在北京他部队出身那么他是凤凰的大股东，也是亚洲卫视的股东那么原来当过兵我讲讲他的履历70年中学毕业，兰州制药厂工作，后来去部队40军，在40军当那个宣传干事80年毕业于北广然后83年就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编辑跟我的背景差不多就是都是记者出身后来据说是升得很快做了司局级干部，后来派到海外工作，据说是从原油贸易赚到第一桶金说法就是炒期货。炒期货这种理由呢，就是解释来路不明的资金，就是通常说炒期货炒出来的。然后是96年3月份，刘长乐和默多克的卫星电视或者星空卫视还有央视的华影国际共同创立这个凤凰卫视，实际上是拿这个卫星电视的其中一个频道重新分拆出来成立了凤凰卫视。刘长乐后来慢慢的成为其中一个大股东，刚开始他不是大股东，刚开始是默多克，就是卫星电视是大股东那么2000年凤凰卫视在香港创业板上市2002年刘长乐就收购这个亚洲卫视46%的股权，成为大股东。然后到2007年他跟那个陈永琪就撤了剩下的26%那么现在凤凰卫视的股权结构是这样，刘长乐占37.1%然后 TBG 占12.1%， TBG 是美国的一个私募股权基金然后央视占19.7%。那么凤凰卫视怎么来的我们从猴子变人开始讲。李嘉诚的老二其实李嘉诚的老二李泽楷挺能干的，虽然有点口吃，但是他真的挺能干的。他90年创立了卫星电视卫星电视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 Star TV 是李泽楷创办的
所以不要以为这个出身不重要，出身非常重要。李泽楷一出手，别人就搞个 Star TV， 他投了多少钱？他大概投了7亿，90年投7亿，很多钱啊，很多钱。叫星空卫视或 Star TV， 那么对应的就是有线电视啊，所以它叫卫星电视。卫星电视对应的是无线电视啊。然后呢，1991年7月卫星电视 Star TV 正式开播。然后1991年10月，卫视中文台啊，很多人都听过卫视中文台开播，覆盖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啊。那么李泽楷就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这件事情这个很有魅力啊，覆盖中港台全覆盖啊，挺好，很有 concept。就卖给谁了？卖给了默多克的新闻集团。默多克当时是用 Fox News、Fox TV， 就是我们在大选当中最支持川普的，就是 Fox TV 就收购了它。多少钱收购？应该是40个亿啊，40亿。我讲的都港元啊。7月份先收购了 63.6%， 到了1993年7月收购 63.6%， 1996年3月收购剩下的 34.6%。 收购了之后呢，默多克就把这个 Star TV 一分为三。第一个卫视中文台就变成什么呢？变成凤凰卫视啊。然后还有另外两个，一个是卫视电影台，一个是卫视体育台。卫视电影台也一分为二，一个是卫视国际电影台，还有一个卫视什么什么，反正就是华语台，卫视华语电影台，大概是这样啊。那么凤凰卫视就是卫视中文台变身而来。那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是刘长乐带着央视一块入股了这个卫视中文台啊，就是一个这样的事儿。到了2013年，星空传媒、星空卫视，就是默多克把这个他 12.15% 的股权，作价16亿卖给了 TPG 就是股权投资基金私募啊。那然后他就 TPG 就成为 TPG Capital 啊，成为凤凰卫视的主要股东。那么默多克就退出了这个凤凰卫视啊。他故事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故事。凤凰卫视评价一下，凤凰卫视怎么说呢？我们一个一个说。先说凤凰卫视。凤凰卫视一直走在中国市场的边缘啊。它有点像什么？它有点像蝙蝠啊。蝙蝠就是飞鸟飞兽啊。它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呢，它就是海外媒体啊。它跑到海外去的时候呢，它就是中国媒体，理解吗？所以它有两面性。它在海外就是大外宣，它在中国市场就挣钱，它以中国市场挣钱。所以虽然它标榜能够进入中国市场，但其实它一直没有成为中国市场的主流啊。那么没办法，不是主流，就没办法进入主流市场。它在中国市场，它一直处于边缘状态。那么，它的卖点是什么？它融资上市它的卖点就是能在中国落地。那么，但是中国的电视市场非常复杂，特别是卫星电视。在进入中国卫星电视市场有2个主要的困难。第一个困难，政策，就中宣部不允许任何的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啊，这个我有经验啊，我曾经做过这件事情。那么政策层面是非常困难的啊，非常困难。那么凤凰卫视它能够进入一些有线电视网络，
但是它受到很大的限制。这是一块，这是一块。另外一块就是地方有线电视。地方有线电视是个高度竞争的市场。有线电视是有线电视网络，大家要理解，你看到的节目其实来自于两个主体。你在家里看电视有两个主体，一个主体是什么？一个主体就是内容节目的制作商，这是一个主体。另外一个主体就是有线网络，把这个网络铺到你家里去，是他们合作你才能看到电视。那么中国的有线电视的网络已经跟那个电视台已经分开了，很多地方已经分开了，特别是市一级的电视台已经分开了。电视台归电视台，有线电视归有线电视。那实际上呢，所有的节目进入这个有线电视呢，他都要跟你讨价还价。那么排前排后，那要进行长期的这种博弈。所以进入有线电视网络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啊！你这个谈判都得谈，一家一家谈过去，你得多少个城市啊？非常多的城市，一个有省台有省网络，市台有市网络。省网络它覆盖若干个城市，但它也不全覆盖。然后市当地某个城市的有线电视又覆盖，又不是覆盖全部，所以非常复杂。所以你要进入中国的这个电视市场是非常困难啊。那么这是一个，然后中宣部呢就用什么办法来控制它？在早期的时候，中宣部是用落地来控制它，下文件，北京今年不落地啊，凤凰卫视就没有北京市场。下个文件，广东省不落地啊，凤凰卫视又没了广东，所以早期的时候，中宣部是用这种方式来控制凤凰卫视，凤凰卫视就没办法，只能听他的啊，这是一个，所以用落地作为杠杆来控制凤凰卫视。那凤凰卫视呢，它起来它的这个崛起，凤凰卫视其实是一个商业奇迹啊，商业奇迹。他早期的策略，他也没钱啊。刘长乐也是个空心老官，他跟那个他这个李泽楷不一样，李泽楷啪7亿拍在桌上把节目办起来，后面有李嘉诚作为背景，这个钱不是问题。刘长乐没什么钱，刘长乐凤凰卫视早期的这个成功是什么？打擦边球。在早期的时候，中共也容忍他，就是说让他去做一些这样的事，因为你不给这样的政策的话，他也发展不起来。他打擦边球怎么做？央视不能做的节目啊，那做什么呢？央视不能做，央视做不了，央视不敢做的节目，他来做。那做什么呢？近代史、中共党史啊、国共历史啊、中共建政后的历史啊，就做这些历史。做这些历史节目呢，不用出外景，主要是资料性的东西啊，资料性的东西那就好办，就不用钱，花钱就很少。电视台跟报纸杂志不一样啊，电视台一出去至少3个人啊，还带一堆的设备。我们早期的，我以前做电视台的时候，至少3个人，甚至4个人，有的时候还甚至5个人。所以你电视台的运营成本是非常高的，1分钟的节目，你看到的1分钟的节目，我这可能是拍了2钟头，拍2个小时，回到家里，回到电视台，你还得编辑、录音、配音、配乐，弄了3、4个小时，1分钟，就1分钟的节目，你想一天24小时，所以电视的成本是非常的高的啊。那么凤凰卫视早期也没什么钱。那就做这些节目，做这种节目很受欢迎，做出了很多，一个做这个，还有一个做清谈节目。清谈节目三哥们往那一坐，开始砍，锵锵三人行啊，就这么出来。你砍，这几个人砍得很好，大家也很爱看。所以早期的节目就是凤凰卫视的策略，就是一个做历史，一个是清谈。这都出了一批好节目，出了一批很受欢迎的节目。
那么凤凰卫视就慢慢收视上升。到了中期的时候，它的策略是什么？中期的策略就是它慢慢的收视率开始起来，覆盖也越来越大，影响力越来越大，它就开始包装主持人，吴小莉啊这些都开始包装起来啊，鲁豫啊这些都是那个时候中期的时候开始包装这些主持人，用主持人来带动这个节目，成本也很低啊，也不用出外景，都在棚里拍，电视只要不出外景，成本都不高啊，都是可控的。一出外景，那就钱就哗的往外跑。那到了后来，这个中共要搞大外宣啊，凤凰卫视就配合大外宣啊，这个领导出钱，他们出人，北美到处跑，开始各个台开始出海。出海是配合大外宣的希望啊，出海。但是到后期呢，就是最近几年呢，这个政策就越来越紧啊，习一上来，那这基本上凤凰卫视的空间，在国内的空间就基本上没有了啊，没有了。然后呢，擦边球也打不了，擦边球打不了怎么办？就剩下擦鞋了啊，就只能是擦鞋，擦边球打不了就擦鞋。然后凤凰卫视其实就开始另辟蹊径，搞什么呢？搞多媒体、新媒体大概就，那它的主业是卫视啊，卫视电视业务就开始萎缩，那么它的新媒体的业务就开始扩张，所以凤凰卫视在商业上是个奇迹。那就是商业上奇迹怎么说呢？就是与虎谋皮，居然成了。啊，就是说你想一下，中共对媒体的控制那么严啊，就是说基本上这个像铁幕一样。但是出了个凤凰卫视啊，凤凰卫视后来当然默多克后来退出了，基本上就是也是个外资啊，也是个外资啊。那所以呢，凤凰卫视的成功呢，就吸引了很多中国商人的模仿，什么澳门卫视啊，什么澳卫视啊，就是很多这些卫视都开始各种酝酿，在中国门口，在中国的边上，跑到香港，跑到深圳啊，这地方开始搞各种各样的卫视，希望能够模仿这个凤凰卫视，但是呢，都不成功。不成功的原因是什么？不成功的原因是因为他已经有一个凤凰卫视，他为什么还要你这些？而且你这个做的不见得比凤凰卫视好，凤凰卫视那个毛捋的多舒服呀，你这个还没成气候，所以就不成功了。中国的情况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啊，就是说在中国，中共垄断媒体啊，那么媒体它有两个功能，一个功能是喇叭的功能，就是洗脑、吹牛啊、吹捧，这是一个喇叭的功能。还有一个功能是什么？棍子的功能啊，中央电视台打棍子啊，各种棍子，就棍子功能，一个是喇叭，一个是棍子，其实它有两个功能。所以中国商人对这个中国的媒体，那是就是既害怕又心里又痒痒。就所以中国商人前赴后继的办媒体，因为这个不开放。我经常讲，中国人有钱了就干那些别人干不了的事情啊，干不了的事情，通常都是坏事。那么就前赴后继的搞媒体，因为别人都干不了，哎呀，我要干成了那不得了，所以最终的失败都失败了啊！就是这些年。这个民间的媒体，你比如说以前像经济观察报啊，经济观察报是谁办的？张继生办，三联集团，三联集团就是银广夏大家记得吗？银广夏这个股票啊，就是三联集团，三联集团山东的济南的，济南张继生在济南山东还是很有名的啊，但是他就办了这个经济观察报。这个张继生是个私人企业，但是他搞个党委出来，就是假扮那个国有企业，但其实他是个私营企业。他最后
假装国有企业去办那个经济观察报啊，那么最终这些都失败，原因是什么？原因只有一句话，叫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啊，就这个。那么大体上是这样。那么这一次凤凰卫视的帆船，刘长乐帆船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先看一下啊，看一下凤凰卫视去年2019年的去年业绩不算，2019年凤凰全年营收36亿啊，那么不算太大啊，在香港的媒体当中不算大的。那么股东应占纯利是 1.23 亿，每股盈利是 2.45，港仙是毛，收入结构五大块，电视广播 9.22 亿，互联网媒体 17.8 亿，你看互联网的更大，户外媒体 6.91，房地产 0.49，房地产凤凰卫视盖很多凤凰大楼啊，很多地方盖，凤凰卫视用它的这个影响力去拿地，拿很多地，拿了地干什么？盖大楼，盖凤凰大楼、写字楼，他盖了很多写字楼啊，所以他有房地产收入，收租金啊，还有其他业务是 2.49。你可以看到啊，凤凰卫视它的这个收入结构已经开始变化，你广播电视广播的收入只剩下多少？不到10个亿，不到10个亿啊！所以，他这次翻船原因是什么？刘长乐整个的家族赶走，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凤凰金融，凤凰金融雷暴啊！凤凰金融出来是2014年，凤凰金融出来啊，我看一下啊，2014年是谁呢？凤凰金融的老板是刘长乐的女婿啊，刘长乐的女婿，他跟凤凰金融其实跟凤凰卫视没有股权上的关系，但是有血缘上的关系，因为凤凰金融是刘长乐女婿办，然后刘长乐还带着他的主持人给凤凰金融去站台，这一站台不要紧，就凤凰金融发生什么情况，就是规模搞得多大哈？看一下2014年成立凤凰金融平台，它是个网贷平台，然后呢，出借人有7万人啊，那么存量的贷款余额是98亿，大数100亿啊，100亿很厉害。去年10月份啊，出借人，然后呢，这个他的女婿做他的 CEO，完了以后，这个去年的10月份累计交易额超过1000亿，注册用户超过1100万等等这个，然后就暴雷，各种暴雷，基本上他就没办法，他已经开始你看去年的9月30号，凤凰金融深夜在这个 APP 上发声明，部分产品出现了回款不及时的现象，要停止网贷业务。然后这个7万个出借人，然后98亿这个不知所踪，追讨无门现在就出现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个凤凰金融介入这个网贷业务的是它的全资子公司，叫凤凰自信，法人是谁呢？法人就是贺鑫，贺鑫就是刘长乐的女婿，贺鑫同时也是凤凰新科技持股比例最大的股东和法人然后就雷暴，凤凰金融雷暴就是刘长乐和贺鑫是谁呢？贺鑫是现在凤凰卫视的 CEO 所以他是管着凤凰卫视，也管着这个凤凰金融，然后就大概就是这样。这次的问题就是这件事情导致了刘长乐的下台，现在就是等于就是直接
直接内地派他们要的人，那趁机就把这个凤凰卫视给收了，大概就是这样。100个亿，那刘长乐还不了啊。大体上是这样。好吧，我们今天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啊。那么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那么这是媒体领域啊，大家可以有什么问题尽量问。我想不起来有什么要再说的啊，主要是太熟悉了，太熟悉了呢，就有些东西反而没那么好说，太熟悉了。大家尽量问吧，有什么问题来问我好吗 ？OK， 情绪，凤凰卫视是我们这些90年代流落欧洲的华人能看到的华语电视台。相对于 CCTV4， 凤凰卫视的形式和内容还算是别开生面。记忆犹存的是老杨的读报和不靠谱的锵锵三人行，应该说它是那个时代的表征。也听说凤凰卫视的背景和它在香港特殊的地位，随时代而生，随时代而灭。我跟凤凰卫视就很熟，我有很多朋友都在凤凰卫视，然后我原来的同事啊，我们原来的同事，报社的同事也有很多在凤凰卫视。那么凤凰卫视在香港没有地位啊，在香港没有收视率啊，基本上没有人看凤凰卫视，所以它是一个基地在香港，但是香港没有人知道的一个电视台。但是他永远都在讲我是一个香港的电视台，但是他在香港是没有收视率的。杨景林啊，杨景林也是我们的也是报社，基本上你可以看凤凰卫视的大部分的工作人员都是从报社去的。情绪记得05年的时候，和老爸看了凤凰卫视的《凤凰大视野》喋血会战，老爸说原来国民党才是抗日的主力，当年课本说国民党蒋介石不抗日，等共产党打赢了就下山摘桃子。到了我的高中历史就说国民党消极抗日，从此我知道中共在撒谎，这个刺激了我追求真相的欲望。OK， 很好，所以凤凰卫视还是有很了不起的，很了不起很光辉的历史的啊，就是他们早期的那节目真的是做得很好啊，真的做得很好啊。观点，大陆的媒体听谁的，谁接管，对民智已开的国人来说已经不太重要。大陆媒体已经变成自说自话、自我陶醉的工具。我早就不看央视、新浪、搜狐、凤凰、网易这些党棍传声筒，家里的电视也仅仅是给小孩看动画片播放器而已啊。坐标啊，情绪坐标北京。2013年某日，路过团结湖农展馆南路时，看到当时凤凰卫视的笼子大楼正在建设，当时心里就默默在想，一个著名的媒体被收编了，那你真是有眼光。他不是2013年被收编的啊，他就是打入敌人内部的这个敌后武工队啊。刘长乐从来就是我党的干部。情绪，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和美剧对我人生选择影响很大，如今全都没了。前些年凤凰还是有些独立思考的内容，如今真的没法看了。当时锵锵停播，伤心了很久。锵锵是我在海外读书期间唯一看的中国节目，停播后我就开始看华语论证的 YouTube 了。去年底就看到一个凤凰女主播开始走红路线，当时觉得不对劲，果真后来就出了这个事儿啊。锵锵还是很好的，锵锵是凤凰卫视应该是凤凰卫视最长的一个节目了啊。锵锵窦文涛他们还是做得很好啊，做得很好。
观点：中国最需要的是传播真相的媒体。西方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有新闻媒体作为中间层传播信息，是吸取二战经验产生的，而中国媒体是政府控制，相当于政府直接与人民对话。中国的这种形式极其容易激发民粹主义，非常正确。政府和人民之间有一个什么？有个媒体，媒体恪守什么？恪守追求真相的理想这就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的这个结构。秦旭今天看到人民日报的文章，善待你所在的单位，他们让弱者善待强者，倡导顺从国家和集体，唆使家庭内部斗争，他们打破家庭小共同体，把每个人变成皇帝的奴隶，他们打破当代中国简直是2000多年前的暴秦。我今天本来想做一个节目，就是关于这个恶意讨薪的问题那因为凤凰卫视出来，我就留的，我晚上再说吧。这个恶意讨薪这个故事观点：记得小时候家里悄悄支个锅，收到的是凤凰卫视，也是那个时候开始知道 CCP 一直说的抗战是怎么完全相反的。这是我们这代人的集体回忆了观点：了解真相的确是从凤凰卫视及其前身而得知，但5-6年前就不再看了，已经感觉到变味了。凤凰卫视到后期凤凰卫视的后期它已经没有办法打擦边球了，因为没得擦边球可打。那怎么办？凤凰卫视就开始套线，从哪2个地方套线？一个是从主持人身上套线，让主持人去做很多插邪的这种节目，那能够收到钱，这是一个套线。另外一个套线，从官员身上套线。你们数一下这个吴晓莉采访的这官员，有几个还在台上吴晓莉采访的这些官员，没几个剩下的我们那个时候采访两会的时候，吴晓莉刚刚出来，刚刚出道，发照片，后面有他的签名，发签名照，我们都笑得要死吴晓莉那时候。提问，请问王老师，以后凤凰卫视的地位还能在全球华人圈保持吗？第一个，凤凰卫视从来就没有在全球华人圈保持过，它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它有一些海外的频道它能在海外落地，但是也没什么影响，真没什么，在海外没什么影响，它主要的影响是在国内的影响，在海外没有影响。海外那么多电视节目，它只是其中一个，它有啥影响？没太大影响。它真正的影响是在中国大陆，但是中国大陆它现在已经不行了，搞不动了，搞不动怎么办？搞不动就只剩下捞钱和吹捧擦鞋，它没有地位情绪对于中共的洗脑感到惊讶，对于中国90后的粉红感到失望。洗脑就不惊讶了，因为一直在干这种事情那么粉红也不必失望，因为别人花那么多钱洗脑，洗了这么久总是会粉红一下的嘛。提问，请问王先生能不能预测一下香港和内地舆论管控最终会到什么程度？我对未来十分悲观。你可以看一集节目，我们曾经做过一期节目，就是港版国安法推出前后，我们做过一期节目，就是中共下一步会在香港干什么就是我应该是中共的恶蔓延到香港，大概一个这样的题目，你去找一下来看一下。你可以看就是说中共在香港要干的事情就剩下，首先就是意识形态要全部管控起来。那当然首先就是管控意识形态，第一个要抓的就是媒体。香港大概现在只剩下一家媒体它控制不了，其他媒体它全部都能全控，香港已经被全控。英文报纸就不用说了这个马云已经把这个南华早报收购
那英文报纸已经搞定了。那么华文媒体，中文报纸只剩下苹果日报，其他都搞定。所以香港媒体基本上不用再买报纸，基本上就是一份苹果他还搞不定，剩下就这个。所以这个黎智英要在今年过年要在牢里过年，原因就是他的报纸苹果日报还没搞定。悲观，说不定香港还会回来呢，这个也不好说啊。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谁能预料得到？谁能预料得到中国会疯狂到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内陆的城市呢？今天我今天看到这个林郑月娥说什么？说这个香港不承认双重国籍。林郑月娥的这个宣布呢，实际上宣布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香港已经成为一个和上海、北京一样的内地城市。为什么？香港政府从港英时代开始，从没有任何一届政府管过香港老百姓拥有什么国籍，他只管你在我这里有没有居留权，我不管你在任何其他地方有没有居留权。香港从来不管这个事情，所以香港以前说我们讲，香港有2样最宝贵的东西，一个叫自由，一个叫法治。香港的成功有赖于这2样东西，一个是自由，来去自由，你愿意去哪去哪，我不管你，你要来，你符合我的条件你就来，我也不管你，就叫自由。法治就是英国的普通法。那林郑月娥宣布香港不承认双重国籍意味着什么？那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香港真的和中国大陆的任何一个城市没有什么区别的，就香港的末日就来了。所以大家记住，我之前一直在劝香港人，如果你想走，就尽早的走，不要耽误时间。你这个形势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开始不承认双重国籍，那就不承认其他，这是从哪来的 ？BNO 来的，这事是从 BNO 来的。英国人宣布给香港持有 BNO 的这个香港人一个新的政策，那他就说我不承认双重国籍。不承认双重国籍意思什么意思？就是我不承认你的护照。那会不会有别的招？我不知道，但是他是在发狠这是在发狠。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他疯狂嘛，疯狂你就不用跟他不跟他较劲，所以我还是劝能走尽量走，好吗？观点：2012年以前，凤凰卫视还是值得看的。自习上台严控后，凤凰卫视也类似国内央视一样，满嘴跑火车，勉强只能看新闻。后来连新闻都看不下去，干脆就停了电视。差不多是这样情况。本人最近和新加坡的10几个朋友聊天，他们的年龄段从老年到年轻的无一例外，全部都挺中共。看样子中共的洗脑已经毒害东南亚了。新加坡本地人嘛，新加坡很多大陆去的提问，请问王老师，海外华人加翻墙中国人，这个市场能否撑起一个真正没有政治倾向的中文媒体，做新闻和娱乐，转播体育赛事？海外华人加翻墙中国人，不知道，不好说，因为海外华人这个群体很分散。你美国有一部分中国人，加拿大有一部分中国人，中国人又分什么？香港人、大陆人、台湾人，他们的取向又不同。香港人的取向跟台湾人的取向也不同，跟大陆也不一样。已有的这个市场，你比如说我原来服务的机构叫星岛日报星岛日报在美国也有，在加拿大也有那么比如说联合报的世界日报是我们的竞争对手，那么它在加拿大也有，在美国也有。
那么你看，已经有很多媒体都在这市场当中。你说你要去撑不撑得起？撑是撑得起，问题是你要去打一仗，你要做一个真正的媒体，做互联网媒体也好，做报纸也好，做电视台也好，你必须投入巨大投入可以挣钱，谁掏呢？问题是谁来掏这个钱呢？所以这个市场有没有？市场是绝对的有，但问题是谁来掏这个钱，投这个资呢？这如果不是中共投资，又不是商人投资，商人投资又要面对很多的问题。你比如说李嘉诚，李嘉诚还有一大堆的事业在香港，他投资一个媒体的话，他有没有顾忌？他也会有顾忌。所以这个要做可以做，但是谁来做是问题的核心。情绪99年上大学以后，06年出国以前，凤凰卫视是我最喜欢的电视台。相对当时的其他电视台，他们那个时候节目又独立又有深度，让我开拓了不少眼界。记忆最深的就是他们安排李敖回北大演讲，那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擦边球。这段演讲的稿子和视频现在还能看到，不知道能存活多久。提问，请问王老师，那些访谈节目是完全靠主持人的能力，还是背后有个团队在帮收集材料，提供给主持人甚至是嘉宾各种观点和思路？所有的访谈节目都是有策划的。大家看到的节目，你看到有3个人坐在那里在谈话，其实不是的，后面还有这个镜头以外还有好几十人呢，你是看不到的。所以电视节目，作为一个主持人，你比如说我坐在这里，我坐这里跟大家讲这个节目，我之前要准备3个小时，3个小时我就再讲1个小时，所以3个小时我要准备很多很多的材料，看很多很多的内容，就一样的道理。他们坐在那里谈2个小时轻谈2个小时，那可能之前已经准备了3天，那么可能准备3天的人大概有7、8个人在那准备这材料，各种各样的材料，然后把各自的材料给相关的主持人听，需要大量的节目准备。有没有这个灵感？有的清谈节目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些参与者们能够临场发挥一些。我们准备的是什么？通常准备的是大纲，先谈这个，再谈这个，再谈这个我们一个话题一个话题往下走，到了这个话题，然后大家展开说，到了这个话题呢，那就是大家的发挥了，各种感受，各种发挥了，那就有表达的问题，有能力的问题。那么整个的框架是团队的OK。王者对凤凰卫视背后的故事的确很了解，真没想到他居然在香港不落地，在香港是落地，但是你看不到当年在捷克接待过凤凰卫视欧洲台的记者，他们是来做一档路在他乡的节目，播出后看台挺激动，因为他们道出了华人在海外生存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还有一档有关长城的走访路，让人看到长城下的阴影。2008年后就不怎么看他们的节目，多了歌颂和赞美的浮夸，少了针砭时弊的痛彻。观点04年上大学，那个时候的氛围比现在自由很多，那个时候网络非常自由，大家思想也自由，现在的大学生感觉比我们那个时候粉红多好多，思想也感觉退步封建很多。好，明谢 Helen 张，谢谢 TT， 谢谢2022年来澳洲，凤凰陪伴了我10年，锵锵是我最喜爱的节目，后面节目被取消了，非常沮丧。王康的抗战节目也很棒，王康去世了提问，王者过年直播会是神秘嘉宾的清谈节目吗？不会。我现在的想法是什么过年的时候嘛，那我要直播，直播是什么意思？就是让大家一起来
一起来做一件事情大家做大家的事情，然后我们又可以聊天。那我会做一件事情，我做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我没想好，可能是包饺子吧，就我们一起来包饺子，大家吃年夜饭我是这么想，我的思路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提供一个这样的平台，大家可以在这里聚会是这个思路。那么我会请一个神秘嘉宾跟我一起，大概跟我一起来包饺子，大概是这样。想是这么想这2天我最后会决定，然后我会公告，好吗？好吧，那今天还有魏晨，谢谢，青庆，谢谢。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